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太年轻了，25岁艺人刘峰心血管衰竭离世，生前正在和杨紫录制另一场节目。爆料：杨紫新组合的艺人刘峰，25岁时因心血管衰竭离世。他生前是一个极其活泼的人。25岁是人生最灿烂的漫长岁月，最伟大的岁月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，却经历了冠心病，与片场擦肩而过。悲惨的消息从媒体渠道传来，艺人刘峰于2023年2月27日在北京逝世，生命被永远定格在25岁。其实很可惜，惊人的，刘峰正在拍摄另一档节目，杨紫、范丞丞主演的199度爱情正在录制中。也许这将是他职业生涯的又一个起步阶段，然而这样的变故来得惊人，着实令人遗憾。刘峰、关晓彤、周也、郭俊辰等人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同门生，曾参与多部影视剧的拍摄，如《大逃杀20不惑2》新的保证猛虎等。目前正在拍摄与杨紫、范丞丞主演的电视剧199度爱情。通过虚拟娱乐，有人爆料，听说他感染了新冠，最近在休养，喝了酒，去了娱乐中心10分钟，心衰同时去世了。据悉，此人是业内人士，他还透露，自从199爱情还在录制中，剧组就已经在积极寻找替补艺人拍摄。不过，也有网友认为这些媒体报道在评论区并不完全明显，称他根本没喝过酒，而是因为一直在集中精力工作才去健身中心，导致过度紧张，但从未相信会发生事故。不过也不好解释，想要挽回这个年轻人的性命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。这里那里的生活真是脆弱。前一天，刘峰通过网络娱乐与粉丝合作，只是短短的时间间隔，谁也没料到这么可怕的消息竟然一下子就传来了。刘峰之前肯定不看好自己的身材，朋友群里还有去年夏天和于正一起露营的照片，那时他的笑容是多么纯真而灿烂。刘峰曾参演电视剧《心安》，他曾在微博上发过一段剧中人物的小视频，并配文“樱花倾盆雨同样飘在晨星山上”。心安权威微博昨晚转发了这条微博，并称山顶离星星最近，会有人时常回忆那场樱花倾盆大雨。的确，有人会想起那场樱花倾盆大雨，有人会想起这位风华正茂的青春洋溢的艺人。刘峰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，说不定以后还有无数的功绩等着他呢。那是一个特别开朗、有魅力的小伙子，一个风度翩翩、容貌出众的艺人。他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。在一个充满梦想的时代，这是信任的开始，但我们不知道明天或谁先开始。也许他只是短暂地告别了这个世界，我相信他会在另一个宇宙继续他的幻想，尽可能地往前走。90花的境遇不咋地，连杨紫、迪丽热巴都有点小瑕疵，需要熬过去。导流圈一直被赵丽颖、杨幂、刘诗诗等人带动的85朵花所熟知，每一位都非常有名气，拍出来的作品基本都很棒，不管是不是到位，点点滴滴还是滴滴滴。因此创造了90花开、95花开，甚至00花开。其中90花无疑是一个有些无望的阵营，他们陷入了不上不下的屈辱境地，他们就是这样。孙怡、李沁、白鹿、李一桐同质化中等严重。媒体需要的是非凡的品格和非凡的魅力，也就是所谓的认可度。尽管如此，还有几位90后小花的同质化程度更高，分别是李沁、孙怡、李一桐、白鹿。从一个角度来看，他们并不难找到面孔，因为他们看起来好像会被世界其他地方误解。再一次，由于他们的缺席 F 性格上，他们始终处在前途无量的时代，职业上没有提升的地方。白鹿这边比较好，在导演于正的陪同下，参演了知名剧场版《奔跑吧》，2年后不可怕，只是一口气而已，还没有变成大众交通开花。孙怡分居后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。坦率地说，她在分居之前已经被推迟了很长时间，全年的开工率并没有真正取决于标准。这个阶段，她正在逐渐恢复。丢人的是，她能认出一些剧场版的影视资产都非常惨不忍睹。李一桐在商家中被归类为冷身，打了那么多冠军之后，她也不是什么名气。在探索之后，我真的不明白她
期间他还出演了热播的《风暴》，但知名度并没有上升。可耻的是，参加该节目的其他艺人和演艺人员都得到了好处，李沁从来不争不抢。他拍了很多戏，地位却一直没有上一个台阶。胜利在于他在商界的知名度和恶名并不可怕。之后的2年里，我经常帮助知名艺人，希望能火起来。谭松韵是一金，鞠婧祎和娜扎都不能放弃自己的优秀。谭松韵出道初期有《为了家人》《锦衣之下》等不俗的电视剧，流量大增。后续细心观察发现，她接戏没完没了，没有合理的定位，让观众无法感知她，也不适合马上为她的艺术作品命名。演技不巅峰，流量不升不降，不知不觉中已经变得一文不值，陷入屈辱的境地。鞠婧祎修了这么多年的美容课程，好歹拍电视剧的时候居然有准超耐用的化妆品，身材却放不下，更让围观的人疲惫不堪。因此近来口碑不佳，虽然路况不差，但商家多半不记得她，认为她是花哨的，不值得炒作。娜扎也有类似的问题，演戏的她不分青红皂白，保持着可爱的状态，颜值也是机动化的，很多时候她无法进入节目。王菲的毛病是娜扎非不做女主，真正的优势是辅助英雄，他们根本没有放弃自己心态的欲望，理所当然的，他们不能创造。没有人不分青红皂白的毁了她。迪丽热巴和杨紫想出一本像样的书很难，要一部标准的剧也很麻烦。迪丽热巴和杨紫是传达90后花开的人，他们是非常有名的艺人，基本上每个人都认识他们。综合考虑，他们也处于不平衡的状态。从一个角度来说，他们找不到一本特别像样的书，而且是更实用。因为前辈85后花们还没有低头，身份肯定比迪丽热巴和杨紫高。片方正常准备迎接杨幂85花开，特别是关于服装秀，85华是出了名的高明，好书都集中在他们手里。僧多肉少，竞争力处于劣势。另一方面，迪丽热巴和杨紫的主流剧和偶像剧也是一票难求。至于演员趋之若鹜的主流剧，都集中在一些青衣童谣、宋佳、孙俪、刘涛等手里，自然没有竞争力。他们有主流奖项的加持，也有业内口碑的加持，性价比比较高。对了，迪丽热巴和杨紫缺少主流奖项，需要有所突破。除了偶像剧，杨紫、迪丽热巴已经30岁了，年龄已经不占优势了。另外，很多优质偶像剧本年轻化、萝莉化、甜美化，更适合95花。剧组自然心知肚明。仔细看了这段时间的偶像剧，基本上都是95后小花，比如赵露思、杨超越、田曦伟等等。女神的角色当然适合迪丽热巴和杨紫，只是机会没那么多。03张若昀《庆余年》第2季4月开播，肖战、陈道明大概率不会回归。3月9日，有网友分享了对《庆余年》第2季群演的采访，他们还透露将于4月18日开拍，最准确的消息还在。看到这个消息后，粉丝和观众都非常开心。一来是因为这么好的作品还有续集，二来张若昀欠粉丝的债终于要还了。我是如此兴奋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张若昀还有一个外号，那就是张无忌，这也是粉丝给他起的外号，意思是欠了第2季多部剧，包括《庆余年》、雪地里的刀和《警察荣誉》是3部剧的第2季。眼下《庆余年》第2季即将开拍，那么其他2部剧什么时候才能补上呢？粉丝们非常着急。说到《庆余年》第2季，想必大家对这部剧都有很多疑问，而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肯定是第2季会不会原班人马回归出演。一般来说，导演在拍第2季的时候都会尽量安排原班人马回归，不仅是因为大家的默契更好，也是因为观众已经习惯了第1季的演员阵容、演戏的感觉。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，《庆余年》第2季的主角们将会回归。男1号张若昀肯定不会离开，但是《庆余年》第2季不会出现的人有3人，他们是肖战、李沁和陈道明。先说肖战，于冰这个角色在第1季中一直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配角，而以肖战现在的人气和流量，第2季大概率不会再继续出演这个角色了，除非导演为他添加了一些场景。再就是李沁，那个时候吃鸡腿的林婉儿，不知道迷倒了多少人。可惜这个角色在第2季的戏份太少，李沁可能会离开剧组。最后是陈道明，他的助理曾在某平台回复网友陈道明不会出演《庆余年》第2季。
具体原因没有说。除了这3位，基本上其他演员应该都会回归。不过说实话，我还是希望以上3位能出现在《庆余年》第2季，虽然希望不大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，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